红发香克斯没有理会伙伴，独自走开，在本贝克曼身旁坐下。老搭档正埋头看着报纸，随手拿起酒瓶，斟满一杯豪情。无数冒险积攒下的默契，此刻一切皆在不言中。喂，我说贝克，我们也该去取了吧？玩屁事！香克斯即将加入争夺大秘宝的行列。新的四皇格局之下，谁才是最接近玩屁事的人？大家好，我是朱爱笨。这期视频我们就来回顾一下海贼王最终之战前各位大海王者候选人的实力强度。新四皇之一，草帽海贼团船长，新时代代表人物，草帽大船团老大，当代乔伊波伊，本作主角。我的天，要细算下来，玩路飞的头衔已经堪比隔壁的龙妈。本人是人人果实幻兽种尼卡形态的觉醒者，拥有号称世界上最乱来的恶魔果实能力。我党路飞目前保持100%胜率，这股能力也被视为太阳神的象征。由于得到了多位名师的教导，三色霸气都修炼到了高级阶段。武装色掌握了无形铠甲和穿透攻击，剑魂色能够预见未来，霸王色能够缠绕在招式中提升威力。已经获得了卡老师的顶级强者认证。目前悬赏金30亿贝里，与上船长另外2人保持一致，但是有被吴老星恶意压价的嫌疑。本团草帽一伙目前有9位伙伴，个个都是狠人。丸之双翼、海贼猎人索隆和黑竹三治，悬赏金都超过了10亿贝里。一个刚刚觉醒的霸王色，一个刚刚激活了外骨骼，2个非能力者都达到了皇父级别的战斗力。王之鱼翅前玩下七武海海峡圣平，拥有本作天花板级别的鱼人空手道段位，肉搏战中鲜有对手，海战更是无人能敌。剩下的几位伙伴，拥有 S 级宠物宙斯的娜美，拥有霸王色运气的乌索普，能够从身体各个部位发射武器的变态弗兰奇，一直在寻找大号密码的布鲁克等等。虽然平时看起来都不太靠谱，但在战斗中能遇强则强，妥妥的四皇干部。而草帽大船团也是相当强劲，全团共5640人，分为7个海贼团，几位船长都是新世界的狠人，能够切换人格的天才剑客卡文迪许，拥有 AT 立场的巴托洛米奥，正在复活巨兵海贼团的海尔丁。草帽大船团可以说是要战力有战力，要人数有人数，并且还都是自愿加入，忠诚度和其他组织完全不是一个水平。而除了大船团以外，路飞其实还有很多潜在的盟友。这一路走来，那些被他拯救的人、岛屿和国家都有可能成为他的力量。就比如超新星中的特拉法加罗、基德、贝基这些人，早就在战斗中碰撞出了激情的火花。又比如佐乌和之国这些感激路飞恩情又持有强大战力的国度，未来也会成为路飞的力量。想想桃子开着古代兵器冥王前来助战的场面。而在最新的剧情里，路飞又救下了波尼和贝加庞克，拥有了世界第一科技的加持，接下来实力又要大涨。怎么说着说着，有种看爽文的感觉了。本作中堪称神一样存在的男人，要比战力他有运气，要比地位他有运气，要比手下他有运气。世界的风向既不向东也不向西，而是向巴基萨马吹来。本人是4分5裂果实能力者，能够将自己的身体分裂成多个部分。虽然这个能力看起来平平无奇，但是也有类似能力觉醒后可以分裂红土大陆这样神奇的脑洞。就目前漫画来说，巴基这个能力最大的亮点在于可以免疫斩切类的伤害，天生的监视克星。所以巴基和红发一样，是唯二可以证明阴干阴液且完全不虚的男人。就个人实力而言，巴基的战斗力在这个版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巴基萨马真正强大的地方还是在于运气和个人魅力。自推进城事件后，事业就开始起飞，凭借前罗杰海贼团船员的传奇光环，笼络了一群强悍的囚犯，随后又成为了玩下七武海，干起了海贼版滴滴打人的生意，势力在2年间迅速壮大。原以为人生已经到达了巅峰，没想到这只是山腰而已。接下来由于世界会议废除了玩下七武海制度，逼得鹰眼和老沙组成了十字工会，又阴差阳错让巴基成为了十字工会的台前老大，成功晋升四皇，一下子局面就打开了。凭借2位皇父，巴基也有了争夺宝座的资格。首先是前玩下七武海的克洛克达尔，顶上战争后洗心革面，重新进入新世界，成为了一名大坏蛋，悬赏金马上飙升到了19亿6500万贝里。本身自然系莎果实能力就已经很强大，还拥有精明的头脑和优秀的领导力，重建一个巴洛克工作室根本没有难度。老沙是十字工会的真正幕后老大，提供了强大的兵力支撑。除了密斯特万、达兹波林斯以外，相信还有其他干部。另一个皇父鹰眼乔拉科尔米霍克，世界第一剑士，单论剑术还在红发之上，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战力，悬赏金甚至比四皇还高，达到35亿9千万贝里。鹰眼可以说是十字工会的最强打手，很难想象目前有什么人敢来挑战这个家伙。鹰眼的存在就让十字工会的压迫感直接拉满了。目前十字工会开始狩猎海军，吸引了不少地下世界人物。如果这个战略成功，相信十字工会还会吸引更多强者加入。虽然会长巴基是个吉祥物，但他是个相当有效的吉祥物，真的可以带来强运。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当年巴基想要成为海贼王的梦想，也许在尾田的恶趣味下，真的会实现。如果要说目前谁最有潜力成为最终 BOSS， 黑胡子马歇尔蒂蒂奇一定是人选之一。海贼王这部漫画虽然是讲海贼的故事，但细算下来，只有蒂奇将传统海贼那种阴险、狠辣、不择手段的特点完美的继承了下来。他是追求梦想、永无止境的男人，也会为了自己的目的不惜践踏一切。
尾田将最凶恶的能力暗暗果实安排给了第七，使其拥有了几乎能够克制一切能力者的强大力量。外加从老爹白胡子手中抢夺的最强超人系阵阵果实，双果实加持的第七已经是能力者的天花板。但别忘了，当年他还是无名小厨师就能抓伤红发，他的体术也很不一般。第七目前唯一可能存在的短板就是在霸气方面，由于尾田并没有明确展示过第七的霸气实力，所以目前还无法评估。即便如此，目前的黑胡子也已经很不好对付了。就是这么一个家伙，他手下的干部也全都是狠人，有明目张胆闯进海军本部的航海士，有疯起来连自己人都砍的剑士，以及重伤了还能扒在船底航行的格斗家。黑胡子海贼团的干部从人设上就很不寻常，外加后来从推进城第6层跑出来的凶恶罪犯，黑胡子可能把这片大海最危险的混蛋都找齐了。这还没完，为了让他们的实力匹配他们的野心，通过狩猎恶魔果实能力者这一行动，黑胡子海贼团得到了许多强大的能力，莉莉果实、瞬影果实、透明果实、冰命果实，连一匹马都能吃下幻兽种，简直就跟恶魔果实不要钱一样。黑胡子海贼团凭借这种方式，悬赏金迅速拉升，又在洛基港事件中击败王之，成为了海贼岛蜂巢的老大。这座岛曾是洛克斯海贼团的基地，常年盘踞着众多凶恶海贼，被称为稍微一碰，大批海贼就会蜂拥而出的岛屿。黑胡子将这座岛屿收入囊中，无疑会大大增强实力。外加2年间，黑胡子抢夺大量之前白胡子的地盘，可以说是在巨人的肩膀上建立起了自己的势力。最后海军还送上了助攻，亲自脱离海军加入黑胡子海贼团。无论他的真实目的是什么，至少目前让黑胡子一方实力大增。地奇就跟他的能力黑洞一样，不断吸收着所有有利的因素，并且始终对自己的目标非常执着，可以说是整部作品中最危险的野心家。目前海贼王登场次数最少、人气却极高的角色，刚刚凭借剧场版 Red 拿下319亿日元全球票房的男人，红发几乎是每个海迷都津津乐道的角色。除了他的个人魅力外，还有他极为强大的实力。如果说霸气才是凌驾于一切的终极力量，那么香克斯就是目前顶级强者中的佼佼者，因为他拥有官方设定中最高等级的霸王色霸气，号称星际体兼备的真正霸者。仅仅通过提升气势，就能让霸气得到全方位的发散。霸王色霸气随时处于发动状态，光是一听这个设定就已经非常唬人。从目前仅有的几次出手来看，一点也不夸张。登上白胡子的海贼船时，香克斯的霸气直接把莫比迪克号甲板震裂，还晕眩了大批海贼。这可是白胡子海贼团啊！抵抗战争尾声，香克斯又是一剑挡住了赤犬的岩浆重拳，让一个大将级别的战力不敢轻举妄动。而香克斯最近一次出手还是在和之国，跨海放出一记霸王色霸气，直接将岛上的大将绿牛吓得双手投降。无论是范围还是强度，这股霸王色都刷新了认知。除了霸气以外，香克斯年轻时也多次与鹰眼切磋剑术，本身也是一名相当强劲的剑士，战斗风格可以说和海贼王罗杰一脉相承。老船长对香克斯影响很深，而在最新的剧场版Red的设定中，吴老星透露香克斯来自神秘的费加朗家族，尾田暗示会在之后解释这个家族的秘密。看来香克斯身上的 buff 还没叠完。而除了香克斯自身实力以外，红发海贼团的综合战力也不容小觑，毕竟是被评价为团内悬赏金的平均值非常高、最平衡的铁臂海贼团。如果按照目前其他4皇干部13亿左右的悬赏金水平，以及香克斯目前40亿4890万贝里的悬赏金来看，红发海贼团主要干部的悬赏金很可能会达到15亿以上，才能配得上那个称号。所谓的铁臂应该是几乎没有短板的存在，每个人都能独当一面。所以多年来，像本贝克曼、拉基路、耶稣布等等角色的实力，也一直是大家讨论的热门话题。一般来说，船长的风格也会决定海贼团的风格，所以红发海贼团的干部应该霸气实力都不会太差。另外，从巴托洛米奥那次乌龙事件来看，香克斯应该也有不少领地和兵力，只是漫画没有太多的介绍，毕竟这也是作为4皇必不可少的条件。4皇级别都拥有发起战争的实力，香克斯还有一个隐藏优势，与原罗杰海贼团人员的联系，比如冥王雷利。香克斯虽然没有到过拉夫德鲁，但是从他与贝克曼的那句对话来看，暗示他也知道部分One Piece的线索。香克斯当年压住的新时代已经到来，接下来就是推动下一位海贼王诞生了。自从和之国决战结束后，2位老4皇就一直下落不明。虽然他们掉入了地下岩浆层，但是随后爆发了火山，很可能已经让他们喷出海外，并被比格曼海贼团救走。其中一个有力证据就是和之国海外停留的 CP 军舰，在见到比格曼的船后，通讯中断，就此失联，很可能就是被撤退的比格曼海贼团干掉了。如果他们没有接到大妈，应该是不会走的。另一个证据是宙斯的生命，以为他是大妈自己的灵魂。如果大妈死了，能力会失效，宙斯也会消失。现在宙斯安然无恙，也说明大妈并没有死。2名老4皇在和之国吃了这么大一个亏，怎么可能善罢甘休？以他们的性格，在把山养好后就会卷土重来。可多手中握有一块红色路标，大妈手中也有一块。虽然在和之国损失惨重，但只要能重新集结起之前的战力，又能组成一个强大的军团。整个和之国篇，比格曼海贼团除了大妈和佩罗斯佩罗外，其他干部都没有受伤。而百兽海贼团虽然损失了和之国这个基地，但他们在海外还有许多地盘。待凯老师收拾旧河山，还能继续给王龙飞上课。估计尾田会用扉页连载来交代这部分故事。和顶上战争后的白胡子海贼团不同，
比格曼海贼团和百兽海贼团一样很有实力，自然也不会放弃争夺 One Piece。毕竟当时结盟的原因就是为了这个。目前漫画中越来越多的洛克斯海贼团长胆现身，洛克斯复活也越来越不像是空想。如果凯多和大妈集结起了王直、巴金等等故人，夕阳红海贼团的战力甚至可以超越其他几个四皇团，到时候就是真正的大混战了。一直在聊海贼方面的势力，但其实一直以来，遍布伟大航路和四海的海军才是这片大海真正的统治者。单从兵力数量来看，碾压任何一个海贼团，但他们并非只有数量，还有相当高的战力水平。即便不算卡普、战国这种传奇，3名海军大将都是怪物级别的存在。黄猿拥有自然系中相当强劲的闪闪果实能力，藤武的重力果实随便发动个招式都是天惊地动，绿牛的生生果实号称如同自然本身，非常独特的能够操控生命的力量。而除了3名大将以外，海军本部还有几名大将候补，以及众多实力强劲的中将，同时兼具质量和数量的海军，综合实力几乎与任何一个海贼团都不是一个级别的。2年间，他们又获得了贝加庞克打造的最强人间兵器炽天使，集合了多种血统因子而打造出来的最强人类。尽管还是小孩子，但已经拥有了堪比七武海的战斗力，攻击手段多样，身体极为坚韧，还能随着战斗不断成长，一般海贼根本无法匹敌。海军本部加上炽天使的战力，已经堪比当年顶上战争的配置。除了海军以外，世界政府还有不少秘密武器，比如 CP9 中十分特殊的假面杀手，其中陆奇和卡库都是觉醒的动物性能力者，足见这个组织的实力水平。而作为伊姆最忠实仆人的吴老星，身上也还有很多秘密。最终当One Piece再次浮现时，伊姆和世界政府一定不会坐视不管，到时候压上所有战力，也要击败乔伊波伊。那么那场席卷大海的巨大战争也就要来了。以上就是本期海贼王最终章各方势力的回顾啦。你觉得最后的决战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对位呢？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分享你的看法。我是作业本，下期见啦。